如果只能读一本爱情名著，我会选择《呼啸山庄》，而这部影片是最贴合原著的作品。凯瑟琳是一个漂亮的女孩，和父亲、哥哥生活在偌大的呼啸山庄。一天晚上，父亲从城里精疲力尽地赶回家，还带回了一个脏兮兮的吉普赛流浪。大家都很疑惑，该怎么寻找他的家人。父亲却说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他的家人，并把哥哥辛德利和妹妹凯瑟琳介绍给他认识。在父亲的鼓励下，男孩胆怯地伸出手和凯瑟琳打招呼。他被取名为克里夫，成为了家里的一份子，过上了少爷般的生活。克里夫长相英俊帅气，但是性格很冷漠孤僻。哥哥辛德利尤其不喜欢他，总是在背地里欺辱他。而凯瑟琳跟克里夫很亲密，他们就像两匹脱缰的野马，奔驰于无尽的荒原，嬉笑打闹，快乐无边。然而随着父亲的离世，克里夫的保护伞消失，他的苦难日子也随之而来。辛德利将克里夫赶到马厩居住，给他安排繁杂的劳作，并禁止他与妹妹接触。转眼间，兄妹三人长大。凯瑟琳与克里夫依旧亲密，在朝夕相处中，他们产生了情愫，很快坠入爱河。两人经常偷偷在外面约会，互诉衷肠。他们的灵魂相似，都有一颗野性又偏执的心。这天，两人在外玩耍，被不远处一座铺着红地毯的庄园吸引。他们悄悄跑过去查看，发现屋内装饰华丽，而兄妹两人正在愉快地玩游戏，看上去是那么和谐幸福。凯瑟琳调侃道：“你想不想被他们家收养？”显然他也被这个庄园的富有和温馨所吸引。然而克里夫却说，他们的1000倍也比不上我现在所拥有的。这时庄园内的狗狂吠不止，他们的踪迹被人发现。在逃跑的时候，凯瑟琳被狗扑倒，受伤严重。克里夫手足无措时，庄园的男主人林顿赶了过来，他抱起凯瑟琳送回房间救治。而身份低下的克里夫遭到嫌弃，他被赶出了房间。屋内的凯瑟琳被大家围起来，得到了细心的照顾。看到他醒过来，林顿绅士地递上毛巾，四目相对之时，他爱上了眼前这个漂亮的女孩。而克里夫在外面看着，既担心又害怕。由于凯瑟琳伤势严重，只能暂时在画眉庄园静养。克里夫在家里茶饭不思，对凯瑟琳极度思念。他不停地询问去探望凯瑟琳的女仆，她有没有忘记我。但女仆警告他，不要忘记，你们是不能接触的。直到3个月后，凯瑟琳完全康复，被林顿兄妹送了回来。他刚进屋就迫不及待地要见克里夫。然而相比凯瑟琳的热情，克里夫显得很冷漠。他看着身穿华丽服装的凯瑟琳，很不自在，认为她是在讥笑自己。克里夫一身脏兮兮的衣服，俨然一副吓人的模样。而反观林顿，他长得年轻俊朗，性格良好，还有教养。关键是他的身份与财富。凯瑟琳很享受上流人士的娱乐，跟他们欢快起舞。克里夫看到后愤怒至极，他发泄着不满的情绪，但换来的是辛德利的一顿毒打。凯瑟琳去看望他，看到他满脸伤痕，很是心疼，几句安慰的话，两人又和好如初。没过多久，辛德利的妻子在生产时不幸过世，辛德利痛苦万分，给刚出生的小婴儿取名为海尔顿。尽管迎来了新生命，但全家笼罩着悲伤的气氛。林顿赶来看望，默默安慰着凯瑟琳，但这样的举动却刺痛了克里夫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林顿疯狂追求凯瑟琳，而凯瑟琳也逐渐陷入世俗的诱惑中。克里夫把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做了标记，明显凯瑟琳和林顿相处的时间更多。他让凯瑟琳解释，但凯瑟琳不以为然。他直言，难道我要一直待在你的旁边吗？实际上凯瑟琳已经接受了林顿，他是结婚的不二人选。这天晚上，凯瑟琳找到他的女仆奈莉，诉说自己内心的想法。他高兴地表示，我已经答应林顿的求婚了。奈莉询问，你爱他吗？凯瑟琳肯定地表示，我爱他，他年轻有活力，还很富有，如果嫁给他，那我就是这里最幸福的女人。奈莉劝他，你要冷静地考虑清楚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凯瑟琳突然难过起来，她说，我的内心深处知道不应该这样做，因为我爱克里夫，但嫁给他会降低我的身份。他永远不知道我多么爱他，不是因为他英俊，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。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，他和我的灵魂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而林顿的却同我的截然不同，正如月光之于闪电，白霜之于烈火。此时的他并不知道，克里夫躲在一旁听到了一切，但凯瑟琳说了那么多话，他只深深地记住了那一句，嫁给他会降低身份。克里夫冒雨跑了出去，从此音信全无。而凯瑟琳伤心难耐，生了重病，她不停打听克里夫的消息，等待着他回家。可直到他恢复健康，克里夫也没有出现。最后她离开呼啸山庄，嫁给了林顿，过上了平静且幸福的生活。如果能一直这么无忧无虑，那凯瑟琳必定会安稳到老。可突然有一天，消失多年的克里夫找了过来，凯瑟琳激动万分，她兴奋地拥抱丈夫，希望他能和克里夫做朋友，请他进来做客。林顿表现得很绅士，尽管他不喜欢克里夫，但只要能让凯瑟琳高兴，他还是乐意这么做的。可克里夫不这么想，他一脸的怨恨，满口的不屑。这些年他创造了一些财富，看上去很体面，他还将呼啸山庄买了下来。原来辛德利自从妻子去世后便日渐颓废，为了还赌债，他将房子抵押出去，最终被克里夫买下。现在克里夫是呼啸山庄的主人，他收留了辛德利父子，让他们继续居住在那里。
而他从回来后就一直纠缠凯瑟琳，不停地对她表达心意。凯瑟琳那深埋已久的爱也被激发出来，可她不能对不起林顿，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纠结之中。克里夫时常拜访画眉庄园，这也成功吸引到了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，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克里夫，而克里夫也顺势回应了她的爱。这一切被凯瑟琳看到，内心很痛苦。他指责克里夫不该这么做，但克里夫却说：“我只不过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。”另一边的林顿也得知了妹妹的事情，他愤怒地驱赶克里夫，让他以后都不要出现在这个家里。可现在的克里夫不会再任人欺负，他私自带着伊莎贝拉离开了画眉庄园。林顿为此和凯瑟琳陷入冷战，彼此折磨。此时的凯瑟琳已经怀孕，由于身体虚弱，恍惚中她看到了克里夫来看自己，她的内心饱受煎熬。不久之后，凯瑟琳生下孩子，林顿也放下了心中芥蒂。奈利去呼啸山庄看望伊莎贝拉，却发现她伤痕累累，完全换了一副模样，很是惊讶。克里夫听说凯瑟琳生了一个女儿，嘴上盘算着，那现在林顿家的继承权在我妻子身上。奈利斥责他虐待妻子，而他满不在乎，直言这个傻女人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明白我不爱她。他不停的言语侮辱妻子，但伊莎贝拉没有反驳，他抓住机会嘱咐奈利要小心一点，克里夫要让林顿一无所有。这句话刚说完，他就被克里夫粗暴地拽上楼。这时辛德利带着孩子出来询问奈利，凯瑟琳的女儿叫什么名字。奈利看着曾经的主人和小少爷，现在俨然一副奴仆的样子，很是心疼。他感叹这里的房子曾经充满欢声笑语，可现在却只剩下痛苦和憎恨。辛德利看到克里夫走下来，赶紧带着儿子躲开，而奈利也准备离开时被克里夫叫住。他询问凯瑟琳的近况，奈利说她自从生产完就身体虚弱，病得很重，如果你再和林顿起冲突，那会害死她的。就这样，奈利把克里夫带来见凯瑟琳，看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爱人，克里夫很是难过。凯瑟琳说：“你和林顿都害我伤心，仿佛你们都是受害者，是不是只有我死了你就开心了？”克里夫不允许他这么说，因为他也备受折磨。他质问凯瑟琳：“你明明爱着我，那你为什么又要离开我？你不仅伤自己的心，也伤我的心。你对林顿的情感是可笑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凯瑟琳无可辩驳，她向克里夫道歉，并寻求原谅。克里夫很气愤她的行为，但还是选择原谅，希望两人能找回之前失去的一切。可凯瑟琳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。克里夫备受打击，再次陷入疯狂的、扭曲的情绪当中。他诅咒凯瑟琳不得安息，希望她受尽折磨。他甚至发誓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不论你以哪种面貌，你都要永远陪在我身边。晚上，林顿和妻子告别，准备着下葬，可刚离开屋子，克里夫就闯了进来。他扔掉林顿放置的怀表，一把抱起凯瑟琳，无声地痛哭起来。不久之后，辛德利也离开人世，他唯一的儿子海尔顿被克里夫收养。面对曾经的恩人家的最后的血脉，克里夫决定当初辛德利是怎么对待他的，他就怎么对待他的儿子。爱人已去，可仇恨依然存在。一晃许多年过去，凯瑟琳和林顿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，她叫凯蒂。在父亲林顿的隐瞒和保护下，对上一辈的恩怨一无所知，所以在遇见克里夫后，他毫无防备的便跟着他去呼啸山庄做客。在这里，他遇见了克里夫的儿子，他的表弟。原来当初伊莎贝拉从呼啸山庄逃了出去，并在伦敦生下儿子，取名为小林顿。直到伊莎贝拉过世，这个儿子才被接回呼啸山庄。有了亲戚的关系，凯蒂不再拘束，他来到院子里，看到海尔顿在干活，便询问这个墙壁上刻的是什么。海尔顿说是一些咒骂的文字，我看不懂。小林顿听后出来羞辱海尔顿，骂他是文盲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。然而海尔顿没有反驳，默默走开。凯蒂说墙壁上写的是海尔顿恩肖，我妈妈的娘家也是叫恩肖，原来你是我的表哥。凯蒂向他问好，海尔顿也想跟他握手，却被小林顿嘲笑，他只能尴尬离开。回到家，凯蒂告诉父亲自己的见闻，说克里夫是个好人。林顿听后有些担心，但依旧没有说出上一辈的恩怨。他只是嘱咐女儿，我没有儿子，克里夫一定会想尽办法夺取你的继承权，他这么做是为了报复我，他是个邪恶的魔鬼，会不惜一切除掉他痛恨的人，所以你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实际上克里夫已经在盘算着如何再次把凯蒂诓骗过来，他逼迫儿子按照他的话语给凯蒂写信，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来呼啸山庄看看他。凯蒂不谙世事，竟独自骑马来到了呼啸山庄。他走进屋内，急切地询问表弟，你生病了吗？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小林顿看上去身体羸弱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这时克里夫走进来，说要把自己仅有的东西献给凯蒂。凯蒂很疑惑，小林顿解释说，我的时日不多了，父亲要我们今晚就结婚，这样画眉山庄就是他的了。凯蒂此时还没有想到克里夫会有多残暴，他起身要拿钥匙离开，甚至还上前抢夺，但克里夫打了他几巴掌，警告他，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，在我还没有成为你的父亲之前，你不能离开。凯蒂见状，只能祈求他放自己离开。他说父亲已经病危，让我回家见他一面吧。他希望能得到怜悯，对他说，你难道从来都没有爱过人吗？克里夫被这句话刺痛到，他就是为了爱情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凯蒂被囚禁起来，海尔顿会给他送饭，但软弱的他不会反抗，也没有想过要救表妹。奈利前来寻找，凯蒂大声地呼喊救命，但由于太远，奈利没有听到。
克里夫把他打发走了。晚上，凯蒂和小林顿举行了婚礼，成为了合法的夫妻，他才被释放回家。此时的林顿已经快不行了，父女两人匆匆见了一面，他就撒手人寰。林顿要去见亲爱的妻子了，而克里夫还在遭受着煎熬。他接手画眉山庄，把他租了出去，让全部人都回到呼啸山庄居住。而婚后不久，小林顿也因病去世，凯蒂失去了丈夫。可她没有什么感觉，克里夫更是平静。海尔顿想要安慰表妹，但凯蒂却让他滚远一点。他痛恨表哥的唯唯诺诺和视而不见，他遭受的一切，表哥也有一定的责任。而更可恶的是，克里夫拿着遗嘱走下楼，他说：“儿子把画眉山庄和你们的所有财产都留给了我。”看着小林顿的签名，凯蒂毫无波澜，这一切都无所谓了。接下来的时光，他在这里安静度过。海尔顿虽然饱受折磨，缺少教育和温暖，但他依旧单纯善良、敦厚忠实。凯蒂逐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。他会时不时逗海尔顿开心，也会认真的教他读书识字，并让他原谅自己曾经的责怪。渐渐的，两个年轻人产生了爱情。凯蒂无所畏惧，开始了反抗。他怒斥克里夫：“如果你再打我，海尔顿会保护我。”克里夫很生气，他没想到又一个人背叛了他。然而海尔顿是真的把他当作亲人，他出去叫克里夫回去吃饭，克里夫却说：“你有伴了，你怎么能忍心离开他？”凯蒂对海尔顿的做法很疑惑，便说：“呼啸山庄的墙壁上刻着你的名字，这一切明明都是你的，但被他夺走，你怎么毫不在乎呢？”海尔顿却表示无所谓，这么多年的相处，他已经把克里夫当作父亲，根本不会去怨恨他。可小情侣交谈的画面激怒了克里夫，他决定拆散他们，向仇人的下一代复仇。怨恨和嫉妒已经充满了他的内心，也彻底击垮了他。他每天都活在痛苦的思念中，看着极为相似的脸庞，竟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凯瑟琳的名字。这天雨夜，呼啸山庄闯进了一位客人，他是画眉庄园的新房客，由于下雨迷路，来此借宿一晚。可克里夫并不欢迎，让他赶紧离开。谁知凯蒂帮助了他，并把他安排进了曾经的那间小屋，那里有凯瑟琳和克里夫的美好回忆。可没想到，半夜男人就被惊吓到，他跑出来大喊自己看到一个人影，和眼前的凯蒂一模一样。克里夫斥责他不该进入那个房间，同时又想起之前的诅咒。难道凯瑟琳真的在他的身边吗？他走进去，看到了凯瑟琳的身影，似乎也看到了以前的美好时光。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他们还相亲相爱，不曾分离。第二天一早，奈莉打开那间房门，发现克里夫已经死去。他双眼瞪得很大，不知是死不瞑目，还是后悔所做的一切。他爱过，恨过，报复过，也得到过，但到头来什么也没有留下，白忙活了一场。凯蒂和海尔顿继承了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所有财产，他们的余生可以放肆的爱，幸福的活。而凯瑟琳、林顿和克里夫的感情纠葛终究会被时间遗忘。爱情本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，可凯瑟琳一面享受精神恋爱，一面又渴望物质和阶级带来的虚荣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最终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买单，痛苦离世。而克里夫的爱太过偏执，得不到就要毁掉，最终成为魔鬼，折磨一生。林顿和伊莎贝拉两兄妹无疑是最无辜的，他们本会幸福快乐的度过一生，却因为爱错了人，都饱受摧残。生命太过短暂，也不只有爱情，学会放下，懂得感恩，才会遇见更美好的时光。